乌俄战场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它违背了军事常理。一般来讲，打仗这件事，投入的兵力越多，火力越猛，推进的速度就应该越快。但是在2026年的乌东前线，俄军却向全世界展示什么叫反向操作。数据显示，俄军在2026年的进攻次数和火力密度比之前还要猛，但是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还不如乌龟爬得快，推进速度比2025年同期整整慢了50倍。那么乌俄战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在这长达2年的拉锯中，俄军的战地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自打进入2026年以来，俄军在前线不管是局部突击还是夜间袭击，频次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026年的进攻密度相当于2025年同期的 1.45 倍。结果呢，战果没捞着多少，伤亡率却直接原地起飞。在2025年的时候，俄军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概需要付出119人伤亡的代价。虽然也不低，但好歹能换来地盘。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376人，在某些局部战场甚至能飙到2000人。战果从每个月吃下7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骤降到了每个月14平方公里，相当于停滞不前。这14平方公里还不是稳固的控制区，这点微小的进展，经常的第2天或者第3天就被乌军的反击给全数抵消了。等于说俄军士兵拼了命冲上去，流血牺牲抢下的几个战壕，还没等捂热乎又得丢掉。战争研究所的电话评估也同样佐证了这个趋势，而且数据更加详实。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这个阶段，俄军硬啃下了515.84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在1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12月至2026年5月的这个时间段里，俄军实际控制或者说是渗透的领土加起来只有 40.64 平方公里，连前1年同期的 8% 都不到。更搞笑的是，这40多平方公里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注水的数据，如果不算那些只有伞兵游泳渗透进去但根本没有建立实质控制权的渗透区，俄军在2026年初的实际控制领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281.1平方公里的净流失。也就是说，打着打着地盘缩水了。这种情况别说跟2战的闪电战比了，它甚至比1战时期的索姆河战役还要慢。之前一直有说法说俄军推进慢是因为季节原因，比如东欧平原恶劣的泥泞期导致装甲车开不动，但这次这个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了。在5月份地面早就干透了，俄军依然没能恢复2025年同期的推进势头。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不是天气不行，而是俄军战力发生了变化。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在2025年，俄军在前线确实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战役主动权。在春季和夏季推进速度还行，2025年3月占领240平方公里，4月占领379平方公里，5月直接冲到了507平方公里。在那个阶段，俄军的进攻战术主要依靠机械化推进、高密度的火炮覆盖以及新兴的战场折断技术进行战场推进。当时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罗乌索夫扶持了一个叫红宝石的先进无人机系统中心，利用中程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深入到乌克兰防线后方的战术纵深区域，对乌军的后勤补给线实施全天候的动态打击，通过掏空乌军前方阵地的后勤支撑，给俄罗斯的地面机械化部队砸出了一个机动空间。那个时期的俄军的确能啃下一大块地盘，他们当时的战术素养也不错，甚至能利用恶劣气象条件来打掩护。比如趁着起大雾，乌军的无人机飞不起来的时候，俄军的装甲车就果断穿插，从而实现快速的防线突破。那确实是俄军在这1-2年里打得最顺手的一段时期。明明2025年打得好好的，为什么一跨进2026年，俄军的这套战术突然不行了？答案很简单，战场环境变了，俄军战术通信与技术控制全面断裂。在2025年的时候，俄罗斯通过各种走私渠道搞到了大量星链终端，这些设备被部署在营级甚至连级的指挥所里，用于实时回传侦察无人机的高清画面，还能挂到 BM35 无人机上，实现远距离的 AI 群控和中继通讯。可以说2025年的俄军享受到了高速无线网络红利，这步棋到了2026年就被彻底断了。星链系统的封杀和限制让俄军直接失去了引导无人机群实施纵深动态打击的能力，没了星链，前线指挥官瞬间变成了近视眼。除了这一点，熟悉乌俄战场的朋友都知道，俄军前线长期以来最核心的通讯工具既不是保密电台，也不是军用卫星，而是非官方的社交软件 Telegram。 俄军基层的排长、班长、防空哨所甚至炮兵阵地全靠 Telegram 建群来协调作战，谁在前面挨打了，直接在群里发个定位喊炮兵开火，甚至连后方志愿者募集防弹衣、物资以及前线战损评估，全是靠这个软件来运转的。
到了2026年，俄罗斯互联网监管机构却在背后捅了一刀。出于某种政治或者安全考量，他们在2026年2月10日开始对 Telegram 实施限流，到了4月1日更是直接下达了全面封锁令。这一下前线直接炸了。虽然很多前线将领和知名军事博主急得跳脚，拼了命游说高层，好不容易让官方暂时延缓了在交战区的彻底封锁，但军方高层还是强硬要求部队逐步向官方主推的 Max 即时通讯软件过渡。结果这个 Max 软件堪称工业垃圾，不仅难用，还被安全专家爆出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甚至有直接把使用者 GPS 定位泄露给敌方的风险。拿这玩意儿发消息，等于直接给乌军的炮弹报走标。于是前线部队被严令禁止在关键战斗任务中使用 Max 软件。没了星链，没了 Telegram， 官方软件又不敢用，基层部队的横向战术联络直接陷入瘫痪。很多部队居然退回了二战时期的水平，靠老式电台，甚至靠拉有线电话通讯。俄军反应速度大打折扣，前线士兵就只能各自为战，被乌军各个击破。这也是为什么俄军的攻势虽然频繁，却根本无法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至于那个在2025年大放异彩的红宝石无人机中心，在2026年也迎来了它的至暗时刻。在巅峰时期，红宝石中心是一个拥有1450名顶尖极客和飞手的小型精锐单位，他们执行的是最高精度的战场遮断任务，地位极高，直接向格拉西莫夫的总指挥中心汇报。只是自2025年8月起，乌克兰安全部门和特种部队针对红宝石中心的骨干操作员展开了一场精准猎杀。乌军通过情报定位，先后摧毁了该中心位于曼古什、帕西奇内、维索克等地的多个秘密控制站，直接消灭了大批无法在短时间内替代的资深飞手。这是物理层面上的重创，但真正毁掉红宝石的是俄罗斯自己。别洛乌索夫看到红宝石好用，一拍脑门，下了一道脱离实际的命令，强行推动该中心进行超常规的急速扩张。他要求把这个1450人的精英团队扩充到9000人。实际上，哪怕拼了老命招募，最后也只凑了大概5000人。但这种注水式的扩张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为了凑人数。招募标准一降再降，导致新进来的操作员技术水平根本不过关，不仅无法执行复杂的遮断任务，反而频繁炸机。更坑爹的是，为了完成扩张指标，上面的人直接下黑手，把前线各个常规陆战旅里最优秀的无人机飞手全部强行抽调到了红宝石中心。这种操作不但没有提升红宝石的整体战斗力，反而把一线作战部队坑惨了，前线部队的感知能力直接瘫痪。除了以上这些，还有老生常谈的战场变化，乌军是越打越强的，这一点在2026年有了最直接的证据，而俄罗斯却越来越弱。到了2026年，整个战场的上空已经被无人机给塞满，无论是侦察无人机，还是大家在视频里经常看到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在战线两侧15至20公里深度的区域内达到了饱和状态，战场变得透明。在过去，你集结一个坦克连或者一个步兵营，还能趁着夜色或者树林掩护往前摸。现在想都别想，只要机械化重装备或者步兵大编队一集结，还没等开进交战区，头顶上马上就会飞来几十架 FPV 无人机，直接将其报销。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放弃了擅长的大兵团装甲突击，转而全面推行步兵渗透战术，也就是把部队拆散，派出由3到5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小组，靠徒步或者骑摩托车，在夜间大雾这种视线不佳的气象条件下，硬着头皮跨越10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危险地带，潜伏到乌军阵地之间的林带、废墟或者破败的建筑中。这种战术是通过这种分散潜伏，今天钻进去3个，明天钻进去5个，缓慢积累兵力，最后从内部逐步侵蚀乌军的防线。这种极其琐碎的打法，直接导致我们开头聊的那种现象。一方面，俄军攻势密度极高，俄军指挥官每天都在不间断地派出这种小股步兵去冲击乌军防线，寻找防线上的技术盲区。但另一方面，这种战术的战果转化效率低得令人发指。这3、5个人既没有装甲车保护，又得不到后方炮火的支援，在乌克兰无人机和迫击炮面前就是活靶子，往往刚钻进树林就被乌军定点清除。这就导致俄军在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后，仅仅只能把一小块区域变成灰色地带，根本无法将其转化为稳固的控制区。这也是为什么俄军伤亡率飙升，占领面积却几乎不动的原因。如果只是战术层面的无力，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俄军内部的指挥链出现了严重的信息造假。由于这种步兵渗透战术实在太零碎了，前线指挥官为了完成上面交代的 KPI， 就开始钻空子。只要有3个士兵摸到了某个废墟，在里面苟活了2个小时，前线指挥官就会立刻在地图上画个圈，向上级报告我们已经实控了该区域。这些充满水分的数据经过营、旅、军层层上报，到了克里姆林宫那里就变成了形势大好的战报地图。
普京一看地图，我们推进的挺快嘛。这种严重的虚报直接误导了俄罗斯的最高决策层，导致克里姆林宫在脱离战场实际的情况下，做出了一系列盲目的指令，比如在2026年秋季前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上面下了死命令，下面就得跑断腿。比如在2026年5月28日，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拿着总统的命令向西部西群下达死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强行提高推进速度，因为前线实际的战线配不上他们之前上报给莫斯科的夸大版地图。为了把吹出去的牛圆回来，别洛乌索夫只能逼迫前线部队放弃缓慢渗透，去进行更加无序、伤亡更加惨重的正面强攻。结果自然是撞得头破血流，伤亡直线上升。伤亡多就算了，俄军士兵数量与素质也在下滑，这一点普京无法解决。因为巨大的伤亡，俄军士兵不够填线了。在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新招募的合同兵人数只有71216人，跟2025年同期的89601人相比，大幅下滑了20.5%。重赏之下也快没有勇夫了，这直接迫使俄罗斯的征兵机制从以前的胡萝卜诱惑彻底导向了大棒强迫。地方政府手里都捏着硬性的征兵 KPI， 完不成指标就要被问责，逼急了怎么办？开始大规模抓壮丁了。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国内的边缘群体，开始在数据库里大规模搜捕债务逾期人员。你欠了银行的钱还不上，行，去前线打工还债。处于行政监视下的闲科犯也成了重点关照对象。在奔萨这种偏远城市，甚至出现了在街头直接围捕年轻人的情况，把拘留者强行塞进征兵办，按着手印签兵役合同。这股风气甚至蔓延到了大学校园，大量原本在后方国防工厂或者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工作的大学生，被强行剥夺学籍，连枪都还没摸手就被打包送往前线的步兵单位，当成了最底层的耗材消耗掉。除了在国内竭泽而渔，俄罗斯在2026年还满世界找雇佣兵，计划至少招募18500名外籍炮灰。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动员方式，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前线步兵的质量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一群没受过专业训练、毫无战斗意志，甚至是被逼上战场的边缘人，你能指望他们打出什么精妙的战术？这也是造成2026年春季进攻中俄军伤亡率极其恐怖的核心诱因。这一点，普京也在发愁。如果普京不愿意低头，拒绝向乌克兰降低政治胃口，非要硬打到底，那么在2026年的秋冬两季，克里姆林宫将不可避免地被逼到墙角，面临是否启动第二次部分军事动员的终极抉择。但这个案件可不敢随便按，一旦开启新一轮的强制动员，那些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年轻人被拉上战场，反战情绪会瞬间爆发。到那时候，我们就有好戏看了。除了人不够，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进入2026年，乌克兰的手段越来越狠，他们开始利用长航时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高频次打击。莫斯科卡波特尼亚炼油厂被炸，杜布纳空间通信中心遇袭，沃罗涅日导弹零部件制造厂冒起黑烟。这些打在俄罗斯腹地的袭击，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更是在政治上给克里姆林宫制造了巨大的麻烦。普京需要向国民证明首都绝对安全，这就带来了防空兵力配置难题。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关键的工业设施又极其分散，防空导弹根本不够分。为了保住莫斯科的面子，俄军高层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把大量原本部署在乌克兰前线的铠甲 S1 甚至 S400紧急撤回来，调防首都圈。这种做法给了乌克兰空军机会，乌军的低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开始在前线阵地上空肆无忌惮的游荡。不仅是防空发射车变少了，连导弹本身都快打光了。由于美欧长达数年的严厉制裁，高精度芯片和关键电子元器件被彻底断供，这让俄罗斯 S300 和 S400等先进防空导弹的产能跟不上，导致俄军面临拦截弹饥荒。情报显示，部分被紧急调防回莫斯科的铠甲导弹发射车在执勤的时候，导弹发射管里只装了标准拦截弹1/3的拦截弹，空着大半个架子在那儿吓唬人。如果连保卫莫斯科的导弹都要精打细算，前线部队的火力窘境可想而知。俄军示弱，加上乌军变强，战况也发生了变化。目前的战局焦点，顿涅茨克地区，也就是康斯坦丁尼夫卡、德鲁日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在这4个城镇中，作为最南端大门的康斯坦丁尼夫卡战况最为惨烈。这场攻坚战自2025年10月25日打响，到现在已经整整持续了近10个月。俄军原本放出豪言，要在2026年5月之前拿下这座城市，但是很明显，俄军没能做到这一点。乌克兰第28和第24计划步兵旅在这里死战不退，把俄军的攻势一次次按死在城外。到了6月份的最新一轮攻势中，俄军实在没招了，开始投掷滑翔制导炸弹，靠着狂轰滥炸的掩护，强行攻入了该市的东部和南部郊区。
对中部城区的乌军形成了局部的半包围态势。现在的康斯坦丁尼夫卡市区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双方在这里逐街争夺。乌军的高级将领，比如第19军军长亚历山大·巴库林准将，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坚称局势受控，表示城内只有大概130名俄军在乱窜。除了这里，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等次要方向上，战况也基本是互相牵制。在扎波罗热，俄军试图攻破上泰尔萨以合围库班，但乌克兰在2月发动的局部反击，直接打乱了俄军的节奏。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哪怕别罗乌索夫亲自在后方督战，下死命令要求加快推进，前线的俄军也只能在林带里进行微弱的渗透，根本无法取得战役级别的实质突破。就当前战线来看，不管克里姆林宫对前线施加多大的高压，普京那个在2026年秋季前彻底攻占顿巴斯的想法已经是幻想。根据乌克兰智库以及北约军方的独立评估，就按俄罗斯现在这种日军推进几十米、几百米的龟速蚕食，他们想要彻底啃掉这片堡垒地带，至少还需要付出整整2年以上的时间，以及不可估量的兵员伤亡。反观乌克兰这边，虽然打得苦，但在北约援助不断线的情况下，他们的防线在未来18个月内并不存在整体崩溃的风险。乌克兰这边可以在2026年底之前，通过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彻底切断可至海峡的渡轮，完全断绝路桥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一旦这一步达成，克里姆林宫自2014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克里米亚就会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堡垒退化成一个孤岛。到那时候，俄军面临的就不是退得慢的问题，而是整个南线大溃败的风险了。总的来说，2026年的乌俄战场，俄军空有极高的进攻频次，却因为通信断层、战术落后、兵员枯竭等原因，无法将优势变现。未来局势如何发展，火力军也会持续关注，我们拭目以待。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2026年的战力变弱还有什么原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